各位朋友，我是杨明达，欢迎来到康养晚年。今天我们坐下来，好好聊一件可能正在影响，甚至即将深刻改变我们每个人钱袋子的大事。这件事的信号来自于一位我们都熟悉的商界巨人李嘉诚。最近一段时间，如果你关注财经新闻，会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李嘉诚旗下的商业帝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速度从欧洲市场撤退，抛售那些曾经被视为传家宝般的稳定资产。很多人简单的把这解读为跑了，但在我看来，这声发令枪响得意味深长，这绝非一次简单的套现或逃跑，这是一次基于深邃洞察的全球资产大腾挪。他用数百亿港元的真金白银，为我们所有普通人标注出了一个清晰无比的路标。一个旧的时代正在落幕，而一个新的充满挑战也蕴含机遇的财富周期正在2026年的地平线上缓缓浮现。如果你的家庭资产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欧元、英镑或者与欧洲经济深度绑定的房产、基金，那么今天这期内容，请你务必专注地听下去，因为这可能不是一场关于赚更多的讨论，而是一场关于如何守住以及在哪里安全地生长的生存指南。你的财富很可能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瘦身，而你可能还沉浸在过去的认知里，浑然不觉。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具体的动作上。就在最近的几个月里，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集团出售英国电网部分权益，抛售欧洲通讯基础设施资产的消息不绝于耳。回想大约10年前，那是何等风光！李超人买下半个英国的标题充斥着媒体，那些水务、电网、港口被看作是能代代相传、产生稳定现金流的金饭碗。然而，今天卖出成了主旋律。为什么？理解李嘉诚，必须理解他恪守了一生的商业哲学，不赚最后一个铜板。这句话的精髓不在于不赚钱，而在于对风险极致的警惕和敬畏。他永远追求的是盛世未乱、其性可盼的先机，而不是在狂欢的宴席即将散场时，去争夺杯盘里最后一点残羹冷炙。当年他从中国大陆和香港房地产市场前瞻性撤出时，市场上不乏嘲讽之声，认为他错失了最大的涨幅。但时间给出了最冰冷的答案，随后市场的调整和格局变化，印证了他那种近乎本能的危险嗅觉。今天，历史似乎正在跨越大洲重演。他再次选择在众人尚处迷茫或乐观之时，从欧洲这片曾经的价值洼地和避险天堂抽身。这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商业决策，这是一个写在资产负债表上的巨大的警示符。它告诉我们，在他和他的智囊团评估里，欧洲资产的风险收益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那个最后一个铜板所伴随的悬崖，可能已经近在咫尺。我这么讲，可能还有些抽象。让我分享一个真实经历，我们姑且称他为陈伯。陈伯是早年的技术移民，在大约8年前，深感国内房价已高，做了一个当时看来非常明智的决定，卖掉了广州一套位置不错的房产，套现后全部兑换成英镑，在英格兰中部一个宁静的小城，全款购买了一栋带小花园的联排别墅。他的算盘打得很精，房子自己住，没有贷款压力，英国的医疗养老体系完善，剩余的英镑存款放在银行，吃利息加上可能的汇率升值，足以让他和太太安享晚年。头几年日子确实舒心，每月甚至还有些租金收入，但转折点就发生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欧洲的能源价格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电价、燃气费账单成倍上涨。陈伯那栋老别墅的冬季取暖费，从一个可以忽略的数字，变成了每月心头沉甸甸的负担。他收到的租金，在扣除各项税费和飙升的能源成本后，几乎归零。更让他感到心慌的是日常生活，每次去超市，他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英镑的缩水。同样的牛肉、牛奶、面包，价格标签上的数字不断跳动上涨，100英镑能买回来的东西，肉眼可见的变少、变轻了。他对我感叹：“杨先生，我现在不是担心赚多少，我是担心我手里这点老本还能买多少年的面包牛奶。”陈伯的困境就是汇率贬值、通货膨胀、地缘冲突叠加在一个普通海外华人身上的最真实写照。
而李嘉诚，他站在全球经济地图的指挥台前，看到的远比陈伯的购物清单要宏大和复杂。他看到的是欧洲经济内核的慢性病正在急性发作。首先是工业空心化与能源命脉受制于人。德国，这个欧洲经济的引擎，其强大的制造业建立在廉价且稳定的俄罗斯能源供应之上。如今这条血管被切断，即使寻找替代方案，成本也已不可同日而语。高昂的能源价格直接逼停了大量耗能工业，产业链外迁的讨论不绝于耳。法国呢？社会撕裂严重，围绕养老金改革的罢工此起彼伏，经济发展的共识难以凝聚。整个欧元区还背负着南欧诸国沉重的债务包袱和高福利的社会成本，就像一个背着巨大沙袋在泥潭中跋涉的巨人，每一步都喘息艰难，根本无力在全球经济的竞技场上冲刺。货币是什么？货币的本质是国家信用的汇票，是综合国力的外在金融表现。当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长期乏力，结构性矛盾突出，地缘安全网出现破洞时，其货币的长期价值基础必然受到侵蚀。李嘉诚此刻的抛售，正是在市场共识完全形成、流动性尚未枯竭之前，抢先一步将可能贬值的资产置换为更具主动权的现金。他预判，如果等到2026年前后，欧洲这些深层次问题在经济周期下行时集中暴露，引发更广泛的金融市场震荡，那么今天这些还能卖出价格的金饭碗，到那时可能真的会变成需要倒贴钱维护的烫手山芋。这就是我们作为普通人，从这位商业巨人行动中要领悟的第一课，也是最残酷的一课：永远不要与时代的洪流和宏观的大趋势正面抗衡。当海面上经验最丰富的船长们开始集体调转船头，驶离一片海域时，哪怕那片海域此刻看起来依然风平浪静，你也一定要相信，他们一定是听到了我们听不到的深海处传来的暗涌雷鸣。聊到这里，我想和大家互动一下，也看看我们康养晚年大家庭的朋友们对欧洲的直观感受是怎样的。在你目前的认知和获取的信息里，你觉得如今的欧洲还是过去那个代表着高福利、高生活品质、经济稳健的理想国吗？如果你觉得欧洲的经济活力和社会稳定性已经大不如前，前景令人担忧，请在评论区打一个1。如果你觉得欧洲底蕴深厚，科技、文化实力仍在，当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它能依靠自我调整度过难关，请打一个2。我很想看到大家的真实想法，这本身也是一种有价值的市场情绪参考。同时，也请大家顺手为这个视频点个赞，你的每一次点赞都是让 YouTube 算法将这条重要信息推送给更多有需要的华人朋友的动力。我们是在用这种方式互相守望。好了，剖析完为什么撤离，一个更核心、更关键的问题自然浮出水面：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东西。李嘉诚以及像他一样嗅觉敏锐的国际资本，从欧洲撤出了这海量资金，他们要去向何方？哪里才是他们眼中能够穿越2026年风雨的诺亚方舟？很多人第一反应会是美元。没错，在美联储激进加息的周期下，美元指数一度走强，呈现出避风港特征。黄金作为1000年来的终极硬通货，自然也在这张避险清单上。但是，我想请大家把眼光放得更远、更立体一些。2026年的财富密码，或许并非押注于某一个单一的神话，而在于构建一个更具韧性的组合策略。这个策略的核心，我称之为高息与资源的双重防御。而在这一战略图景中，有一个国家的货币正凭借其独特的优势，悄然成为全球机构资金和高端财富家族办公室配置的新宠。它就是新加坡元，以及它所背书的整个亚洲新兴避险资产逻辑。为了让大家理解得更透彻，我再讲一个我身边企业主朋友的真实案例。这位朋友吴总在越南经营家具出口生意多年，是个非常务实精明的商人。过去10几年，他的习惯是把利润结汇成美元，一部分存银行，一部分买点美国国债，觉得这是天底下最稳妥的安排。但最近2、3年，他越来越感到不安。这种不安来自于2个方面，
一是他虽然享受着美元存款的高利息，但同时也眼睁睁看着美国国内通胀高企，从原材料到运输成本全线上升，美元在美国本土的购买力在持续被侵蚀。二是他目睹了美国为了应对疫情和经济衰退，开启了史无前例的撒钱模式，国债规模直线飙升。他对美元这种纸资产的长远信用根基产生了深深的疑虑，用他的话说，心里不踏实。于是，从去年开始，他做了一次重要的资产分流，将大约40%的流动资金通过合规渠道转入了新加坡，兑换成了新加坡元，并购买了由新加坡政府主导的信誉极佳的短期储蓄计划和部分稳健的基金产品。结果呢？在过去这1年多全球外汇市场的剧烈波动中，日元贬值速度令人啧舌，欧元起伏不定如同坐过山车，英镑也疲软不堪，而新加坡元却表现出了惊人的稳定性，对一篮子主要货币保持着缓慢但坚定的升值态势。吴总前不久和我吃饭时感慨道，杨老弟，钱换成新币之后，那种感觉不一样了。它不是那种让你一夜暴富的兴奋，而是一种晚上能睡得着觉的安稳。我知道它背后站着的是什么。他这话恰恰点破了新加坡元的核心优势：强大的国家主权信用、巨额的外汇储备、审慎乃至保守的金融财政政策，以及它所处的最具增长活力的亚太区域。这其实就是一幅正在徐徐展开的2026年资金流向图。资本东移，李嘉诚的家族办公室为什么纷纷选择设立在新加坡和香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将亚太总部甚至全球总部迁往新加坡？这背后的底层逻辑是对未来10年全球经济增长极的重新确认。增长的故事已经很难在债务缠身、增长乏力的欧洲老牌强国，或是内部社会矛盾突出、货币政策面临两难选择的美国身上续写了。未来的活力在东南亚，在南亚，在东亚这片拥有全球最多年轻人口、最快数字化进程、最完整制造业升级链条和最大消费市场潜力的区域。而新加坡元就是这个区域经济活力和金融稳定的定价之锚和信用标杆。它扮演的角色类似于过去几十年全球资金眼中的瑞士法郎，一个超主权信用实体发行的高度安全、流动性极佳的避险资产。在全球经济可能面临惊涛骇浪的2026年，这样一个深海避风港的价值会被放大到极致。那么，我们反复提到的现金奶牛到底指的是什么？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汇率升值概念。真正的现金奶牛货币必须具备2大特质：一是保值能力，能对抗通胀和本币贬值风险；二是生息能力，能为其持有人带来持续稳定的现金流收益。你想，如果到了2026年，欧美为了挽救经济而进入降息周期，银行存款利率再度趋近于零，你持有的欧元、美元现金资产不就成了沉默的成本，在无声无息中被通胀吞噬吗？而像新加坡元这样的货币，其背后的经济体仍然能保持相对健康的增长和利率水平，能够为资产提供正收益。更进一步，除了这类金融枢纽型货币，另一类值得关注的是资源型货币，例如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它们的逻辑更直接，在全球能源转型、地缘冲突可能加剧资源争夺的背景下，拥有大量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国家，其货币天然具备抗通胀的商品属性。李嘉诚全球资产布局中对能源、港口、基础设施的偏爱从未改变，这本身就揭示了它的核心逻辑：拥抱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实体资产和稀缺资源，这才是穿越周期，无论经济冷暖都能为你产奶的底层资产。它抛售欧洲的同类资产，恰恰是为了回收弹药，在未来以更合适的价格投入到政治经济环境更稳定地区的同类现金奶牛资产中去。讲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杨明达的分析帮你理清了一些纷乱的头绪，对钱该往哪里去有了更清晰的思考框架，那我恳请你为这个视频点个赞，并把它转发给你的家人、你的挚友，特别是那些可能还沉浸在对欧洲传统资产无限信赖中的伙伴。你的一次分享可能就是在帮他们规避一个未来几年巨大的财富缩水风险。我也非常希望你能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目前主要持有的货币是什么，
是美元、人民币、港币，还是新台币、日元？我们可以就具体货币的未来风险和机会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分析了这么多宏观大势和巨头的动向，最后我们必须落到最实在的问题上。作为我们这些没有千亿资本、无法左右市场的普通人，面对这样的变局，究竟该怎么办？难道只能做浪潮中的浮萍，听天由命吗？绝对不是。接下来的内容是我为大家准备的可以一步步操作的行动清单，请你准备好纸笔或者收藏好这个视频，反复观看。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给你的家庭资产做一次彻底的全面体检与风险隔离。拿出一个下午的时间，安静地坐下来，把你家庭的所有资产项目，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存款、股票基金、保险现金价值、海内外房产，全部列成一张清单。然后，请你计算一下，所有以欧元、英镑计价的资产，在你家庭总资产净值的比例是多少？如果这个比例超过了 30%， 那么你就需要进入高度警戒状态。我的建议是制定一个为期半年到1年的渐进式剥离计划。这不是让你明天就冲到市场去跳楼大甩卖，而是在市场情绪好转、汇率出现技术性反弹时，分批分阶段的减持。比如，你可以设定一个目标，在未来1年内，将欧元资产的占比从 40% 降低到 20%， 每反弹一次，就实现一小部分。记住陈伯的故事，资产的流动性危机和购买力衰减，往往是在你最需要钱的时候悄然降临的。不要让自己陷入那种被动。第二步，重新构建你的资产配置金字塔，采用哑铃型策略来增强整体抗震性。什么叫哑铃型？就是资产配置的两头要重，中间的联系感要清晰，这保证了无论市场如何波动，你都能稳住阵脚。哑铃的一端是压舱石级的防御资产，这一部分资产的核心使命是绝对安全和终极流动性。它不是你用来博取高收益的，而是你家财富大厦的地基，是发生任何极端情况下的救命钱和翻身资本。我强烈建议，这部分资产应由2部分构成，一是实物黄金，不是指黄金，不是黄金 ETF， 而是你可以真正握在手里的金条、金币。它的价值不产生于任何政府的信用，而源于人类数千年的集体共识。二是以新加坡元、美元或瑞士法郎计价的主权国家短期债券或顶级银行的定期存款，这部分资产追求的是货币本身的稳定性和极低信用风险。哑铃的另一端是战斗级的进攻性现金流资产，这部分资产的核心使命是对抗通胀和创造持续现金流入。这就是我们普通人可以拥有的现金奶牛，它们主要来自于那些经营业务必须不受经济周期影响太大，且有长期稳定分红历史的公司。具体来说，公用事业股，无论经济好坏，人们都要用电、用水、用燃气、上网、通行高速公路。这些行业往往具备区域垄断性或极高准入壁垒，现金流极其稳定。李嘉诚在欧洲卖掉的，和他在全球其他地方买入的，都是这类资产。你可以关注香港股市中的中电控股、港灯、长江基建等，或者美股中的一些州级电力、水务公司。必选消费与核心资源股。人们总要吃饭、吃药、使用日常消费品。那些覆盖全球市场的食品巨头、日用品牌、制药巨头，以及拥有庞大油气田、矿产资源的能源巨头，他们的盈利和分红也相对稳定。这些公司的股票就像是你的资本雇员，日夜不休地为你工作，产生股息现金流。高股息率的 REITs 选择那些专注于医疗、地产、物流仓储、数据中心等新经济基础设施的 REITs， 他们也能提供稳定的租金分红收益。第三步，实施地缘政治风险对冲，这是高阶的财富安全必修课。这条尤其针对生活在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各国的华人朋友。当今世界，黑天鹅事件往往源自地缘政治的突然变局，这意味着不要把所有的资产都放在同一个政治实体或同一片地理区域内。如果你的生活和主要资产在台湾，那么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考虑在另一个司法管辖区开设金融账户，配置一部分以新币、美元计价的上述哑铃型资产。
如果你的主要资产在美国，也应当保留一部分与亚洲增长挂钩的资产。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单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或政策巨变对你毕生积累的财富造成毁灭性打击。货币汇率的波动往往是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博弈的金融表象。2026年，这种博弈只会更加复杂和难以预测。跨区域、跨币种、跨资产类别的配置，是你为自己财富购买的一份最珍贵的保险。归根结底，李嘉诚这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操作，本质是一次全球范围内的资产置换与未来投票。他并非对世界绝望，而是在冷静的、果断地调整棋盘上的棋子，从增长前景暗淡、风险积聚的旧大陆移向活力盎然、秩序相对稳定的新大陆。他用自己的资本语言向我们宣告，那个依赖欧洲资产就能轻松保持增值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未来的财富守护与增长将更依赖于向东看的视野、对应资产和稀缺资源的理解，以及对强势信用货币的把握。我知道改变是痛苦的，打破旧有的认知和习惯会带来巨大的不安。我们常常像依赖旧家具一样依赖自己熟悉的投资模式，但金融市场是一个最残酷也最公平的教室。它从不同情眼泪，也不相信过往的经验。当经济周期的潮水猛然退去，只有那些提前穿好救生衣，并且已经登上更高救生艇的人，才能从容面对，甚至发现新的彼岸。李嘉诚已经完成了他的舰队调整，驶向了新的航路。那么，我的朋友，你的资产之船现在的状况如何？你为2026年可能到来的风浪，准备好足够的压舱石和新的航海图了吗？今天在康阳晚年聊的这一切，话题可能有些沉重，观点可能有些直接，甚至挑战了你过去深信不疑的理念。但我有责任将我看到的、分析到的真相，坦诚地分享给信任我的朋友们。我希望大家来到这里，不仅能获得知识，更能建立起一套保护自己毕生心血、安度晚年的财富防御体系。看完这个视频后，我希望你能真正的行动起来，完成那次家庭资产体检，并开始思考你的哑铃型配置方案。如果你认为这期长达7000字的深入分析，不仅为你揭示了趋势，更给出了切实可行的路径，那么请务必点击订阅按钮，关注康阳晚年频道，并记得点亮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未来关于重要资产类的深度剖析和操作指南。也请你在评论区留下你最关心的资产问题，或者你对2026年经济最具体的担忧。请永远记住，财富最终只会奖励那些看见未来并提前行动的人。让我们共同努力，像那些最睿智的船长一样，在风暴来临前就将航船驶向更安全、更有希望的水域。我是杨明达，我们下期视频再会。